深夜，飞机在金陵机场平稳降落。叶晨与林婉儿走出机场，洪武便已经在此等候。见到叶晨，他立刻上前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大师，您回来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问他：“家里一切都好吧？”“都很好。”洪武笑道：“正常业务和香榭丽那边都一切正常，老先生和老太太那边也都很好。我经常过去探望。您岳父最近心情也好多了，前天他还跟人到天香府聚餐。最近他们那个裴会长对他也挺客气。您夫人那边我也派了人暗中关注，也都没有异常。”“好。”叶晨道，“先不要告诉别人我回来了，我今晚要先去香榭丽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白天你送我回家一趟。”洪武恭敬地答应下来，道：“好的，叶大师，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吧。”深夜的道路十分顺畅，半小时后，叶晨便来到了自己在香榭丽的那套半山别墅。他让洪武回去休息，随后便和林婉儿一起来到别墅内。叶晨迫不及待想试一试那戒指，于是两人便直奔地下室。为了应对突发事件，叶晨又从自己存放丹药的保险柜内取了3颗培元丹作为备用，正要将保险柜关上，他略一迟疑，又从保险柜里拿出5颗，嘴里嘀咕道：“有备无患，兴许1颗也用不上。”说完，才将戒指拿出来放在眼前。叶晨稍稍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对林婉儿说道：“林小姐，稍后我把灵气渡入戒指内部，你只需在一旁看着就好。”林婉儿微微点头，问他：“公子有没有什么需要奴家帮忙的？”叶晨将那5颗培元丹塞进他手里，道：“但凡见我有吃力和招架不住的迹象，就把丹药塞进我嘴里，不过千万别一次都塞进去，一次1颗。”林婉儿接过培元丹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公子放心，奴家知道了。”叶晨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那枚戒指身上，随后他试着将体内靠手印积攒的那部分灵气调集起来，先行渡入戒指里，可这灵气偏偏就是不听调遣。只要叶晨下意识想调用灵气，被调动的一直都是自己的那部分。无奈之下，叶晨也只能先用自己的灵气试一试。他不知道手印积攒的灵气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，或许跟汽车的备用油箱逻辑一样，只有主油箱里的油用完了，才会开始使用备用油箱内的燃油。而想要验证这个猜测，就必须先把自己的灵气用光。好在准备了几颗培元丹，按说也够将自己体内的灵气从无到满补充好几次了。于是他便把心一横，打算先将自己体内的灵气全部渡入戒指之中。可是就在他体内澎湃的灵气被调动的那一刻，诡异的事情忽然发生。原本那部分不受叶晨控制的灵气，仿佛忽然从沉睡中觉醒了一般，一瞬间便裹挟着叶晨体内原本的灵气，如洪水决堤一般蜂拥而出。叶晨也没想到，不受控制的灵气竟忽然动了起来。又惊又喜的他还以为是一个调动这些灵气的好机会，打算靠着引导自己的那部分灵气，强行将另一部分灵气也带着渡入戒指之中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原本是手印产生的灵气不受控制，自己的灵气随心所欲，可现在自己的灵气竟也不受控制起来。戒指此刻在叶晨指尖轻捏，他的本意是让灵气从丹田出来之后，全部经过手指进入戒指，可那2股灵气混杂在一起，从丹田冒出来之后，根本就没往手臂上走，而是直冲叶晨的大脑，冲入他大脑的识海之中。叶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，他最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这么庞大的灵气瞬间涌入大脑，识海根本就承受不住，这要是让他一股脑的冲进去，要么识海直接被冲垮，要么干脆整个大脑都被冲击成一团浆糊。紧张不已的他拼了命的想要控制那股灵气，手臂、脖子、脸颊甚至都已经青筋暴起，可灵气依旧不受任何控制。而此时林婉儿眼看叶晨表情狰狞吃力，又大汗淋漓，下意识地以为叶晨此时已经招架不住，赶紧按照他的交代向他嘴里塞了1颗培元丹。
叶晨全力引导灵气，可全是徒劳。神识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丹田内忽然又涌出一股强大的精纯灵气。这种灵气他很熟悉，正是培元丹的药力。他虽然下意识有些心疼，但毕竟是关键时期，眼下那股不受控制的灵气有些霸道，自己可控的灵气多一些，想来能从危落下风的局势中逆转出来。于是他便立刻试着将丹田内的灵气运转到大脑，去跟那股灵气缠斗。可吊诡的是，就在他调集灵气向上准备营救被裹挟的另一股灵气时，那缠绕在一起的诡异灵气竟好似察觉到了后面来了增援，直接调转方向，从大脑一路杀了个回马枪，直接在经脉中将那股新的灵气截住，然后又将它也缠绕到了自己内部。叶晨惊骇不已地发现，靠着培元丹化开的那股灵气竟然也叛变了自己，完全被那诡异灵气控制起来。紧接着会更强大的灵气便继续向上冲击，吓得叶晨拼死想要关掉经脉以进行阻拦，可体内已经没有可控的灵气，所以这徒劳的努力在身体上的体现又与之前一样，让自己看起来狰狞又痛苦。林婉儿紧张坏了，不敢有任何耽搁，赶紧又给叶晨嘴里塞了一颗。然后那诡异的事情就再次发生，原本已经快到识海的灵气感觉到丹田又有灵气汇入，还不等叶晨调动那灵气向上，他自己便直接一个180度掉头，朝着丹田猛冲过去。那股已经愈发强大的灵气此时已经完全势不可挡，丹田内新注入的灵气还没捂热乎，便又被对方吸收了个一干二净。叶晨内心快要崩溃了，他哪能想到这狗日的诡异灵气竟然在自己体内玩起了贪吃蛇。不明所以的林婉儿眼见叶晨连吃2颗丹药还没好转，赶紧又往他嘴里塞了一颗。叶晨心说完了，这鬼东西是来骗灵气的，这么吃下去，宝贵的丹药不就全浪费了？可是此刻的他实在分心乏术，想张口跟林婉儿说话都做不到，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闭上嘴巴，咬紧牙关，以免林婉儿再往自己嘴里塞丹药。他一方面确实心疼丹药，另一方面也是担心这要是再吃下去，那灵气的在自己体内酝酿出一个灵气弹，这要是冲进脑子里，怕是不比长胜博自爆的威力小哪去。到时候别说林婉儿要没命，整个半山别墅群估计都要被夷为平地。可他此时的体力已经明显不支，就算全力咬牙，也依旧阻挡不了救他心切的林婉儿。林婉儿硬是捏着叶晨的2侧腮帮子，硬生生把他的上下牙齿捏开，再次塞进1颗丹药。于是那诡异的灵气便又在叶晨体内玩了一次贪食蛇，3颗、4颗、5颗。林婉儿为了不让叶晨出事，一股脑把5颗丹药全给叶晨吃了下去，嘴里不停地祈祷：公子，公子，你能听到奴家的声音吗？是不是灵气依旧不够？要是还不够，你就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奴家，奴家再取些丹药喂你。叶晨哪还回应得了他？那灵气已经强大到恐怖，再次调转方向，朝着自己的大脑袭来。那强大无比的灵气涌入识海，让叶晨眼前一黑，感觉脑子仿被撑开一般，一阵剧烈疼痛，紧接着便失去了意识。而就在他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识海上方忽然无端耸立出一座威武雄壮的宝塔，那宝塔的模样与那4方宝幢简直一般无二，只可惜叶晨根本看不到这一幕。此时叶晨如茫茫大海的识海之中，忽然被那强大的灵气掀起了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惊涛骇浪，可紧接着那仿佛摧枯拉朽一般的灵气竟然纷纷化作无数细小光点，向着悬在空中的宝塔奔涌而去。而那宝塔在吸收了那些灵气化作的光点之后，上一秒看还是一副历经沧桑破败不堪的样子，下一秒便迸射出七彩佛光，而它自身已经脱落的色彩也在这一刻逐渐恢复，仿佛从1000年之后又回到了它刚刚建成的那一刻。崭新、庄严、肃穆的宝塔漂浮在叶晨的识海之上，
待所有的灵气全部吸收之后，又忽然沉入识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叶晨的识海也再一次回归平静。此时的叶晨已经昏死过去，直接栽倒在了林婉儿的怀里。林婉儿紧张至极，抱着叶晨的脑袋，哭着喊道：“公子，不要吓奴家，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”叶晨也是在这一刻缓缓睁开眼。这一刻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虚的就像是被关进黑煤窑里，一刻不闲地挖了7天7夜煤一样，浑身没有丝毫力气，每一寸皮肤，每一块肌肉，每一处骨骼都酸疼无比。他见林婉儿将自己抱在怀里，便下意识地问：“我还活着？”林婉儿见他醒了，顿时喜极而泣，哭着说道：“公子你醒了，奴家快被你吓死了，你方才究竟怎么了？”叶晨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再试着内窥自己的经脉与丹田，哪还有半点灵气的影子，全都被那诡异的灵气吸收得一干二净。他下意识问林婉儿：“林小姐刚才为我吃了几颗丹药？”林婉儿脱口道：“5颗都为公子吃了还不够，奴家差点以为公子要挺不过去了。”5颗。叶晨直觉眼前再度漆黑一片，整个人险些又昏死过去。随后他眼角划过2行清泪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什么狗屁手印，害我以为是佛祖显灵，这他妈简直就是诈骗！”